小米15 Ultra 对比 vivo X100 Ultra， 夜神应该只有一个，那他俩谁是呢？本期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仔细去看。这两台手机在影像硬件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，而且它们之间也是 Ultra 级别的对比。感谢那些在视频回复里上传摄影作品的朋友，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，去热爱生活。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啊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就看看本期摄影环节哪些网友上传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。虽然器材分好坏，但是摄影不论器材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那下面就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小米后摄4颗镜头，主摄长广角，3倍的中焦，4.3倍的长焦。vivo 后摄是3颗镜头，少一颗中焦啊，是主摄长广角和3.7倍的长焦。这次小米新加入了街拍模式，这个模式呢是模拟旁轴相机的取景方式啊。真正成像的范围呢是白框框住的范围，并不是整个取景器的范围。当然了，在这个模式下也可以快速的切换徕卡经典、徕卡生动2种大色彩模式。vivo 当然也是有街拍模式的了，在这个模式下可以快速的调节各种参数啊。当然这些参数跟相机比起来呢还是简陋一些，但是呢它显示的比较直观，调节的也比较方便，还是挺鼓励用户在拍摄的时候多观察、多动脑子的。在街拍模式下有4种大的色彩模式可以选择，质感、黑白、鲜明、自然，比默认模式多了一个黑白。现在就是小米2种大色彩模式，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在不同环境下的成像表现。大家不用先琢磨哪种颜色风格更好看，它们都有适合的场景，只要你多拍多用，肯定能找到适合你的颜色风格，也会知道这2种色彩模式更适合什么环境。现在是 vivo 4种大色彩模式在不同环境下的成片表现，其中呢确实有几种色彩模式的差别比较大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多拍多用，肯定能找到适合你的颜色风格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白的，可能比较另类其实也不算另类吧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正式对比2台手机每一颗镜头的光学表现了。它们俩的系统呢也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参数上说，2台手机的感光器都是非常大的，都是现在最大的1英寸的感光器，原生像素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光圈是小米的更大，这就是它叫夜神的资本嘛。当然了，这点咱们到夜景环节再说。现在咱们先看白天2台手机的表现。测试方式就是手持拿起来就拍。那么第一个场景，它们的颜色区别呢，细看的话还是有的啊，总体来说差不太多。那么中心解析力，对了，你们还记得这个场景吗？之前小米14 Ultra 的高清模式在这个场景是有伪色的啊。那么这回看看到高清模式15 Ultra 的表现怎么样？那么现在是默认模式，两边的表现比较接近。再换一个场景两边的颜色都挺好看的啊，都挺热烈的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差不多啊。这里说的是光学解析力啊。不过有些局部的颜色，我觉得是小米处理的更好，比如说红色屋檐下边的彩绘的某些地方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小米的更好一些啊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小米主摄镜组的光学质量更好一些。
现在就是高清模式的对比了，它们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那么这回小米有没有伪色呢？有，跟14 Ultra 一样，在铁板上依然有伪色，只不过这回都是蓝色的伪色了。那如果你看不到呢，可能是你观看的平台视频的解析力不够，或者是你显示器不够大。总之，小米在这块铁板上是有伪色的，而 vivo 没有。那至于照片上的细节呈现呢，两边各有优势啊。至于光学解析力上来说，两边还是差不多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，感光器是 vivo 的更大，其他的参数两边非常相近了。看实拍相片，当时的阳光非常强烈啊，两边的成像风格也是够热烈的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现在的照片已经放大到极限了，小米的观感稍微好一点。再看一组对比，成像方面两边的色彩都挺好看的，对吧？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的话呢，也是小米的稍微强一点点，差距非常的微弱啊。再看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两边差不多啊，但是看另一个角的表现呢，仔细分析还是小米的稍微强一点点。但是在高清模式下的表现，两边有没有反转呢？有啊，他们的高清模式都是5000万像素的，但是解析力方面是 vivo 的更好。下面就是重头戏了，中长焦的对比。那中焦这块呢，小米是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的 ，vivo 是没有中焦的。长焦小米是4.3倍 ，vivo 是3.7倍啊。其实小米这个光学焦段呢，应该是4.1倍左右，4.3倍呢算是它特调的一个焦段。它们都是2.1像素1.4/1英寸的长焦镜头。对比样片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那么解析力方面是小米的更优秀啊。那么这点还是挺关键的，因为2倍用的还是挺多的。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小米的3倍是有光学镜头的 ，vivo 的3倍呢还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那么差距呢就更大了。更何况小米的3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 vivo 的3倍那肯定是干不过小米的3倍镜头啊。那下面就是光学长焦的对比了，小米是4.3倍 ，vivo 是3.7倍。这回在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啊，非常接近。他们的长焦头的高清模式都是2亿像素的啊，在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加持下 ，vivo 的解析力更好一些。虽然说解析力上 vivo 更好，但是某些高光部分的表现是小米的更好。2亿像素长焦还是很关键的啊，咱们再对比一组长焦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，解析力方面，没错啊，就是 vivo 的表现更优秀。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的话，小米的稍微强一点，但是它数码处理的痕迹也是更重的。最后再对比一组30倍超长的数码变焦的表现吧。30倍数码变焦呢，我觉得还是可用的，什么100倍之类的就太没法看了啊。那么在30倍数码变焦下，最终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。再说微距的对比，他们俩呢都有长焦微距，小米那边呢实际上是用3倍的中焦镜头来拍微距的 ，vivo 是用3.7倍的长焦镜头。他们俩在拍摄微距在极限的条件下，微距的效果还是很接近的。但是从样片中大家也能看出来 ，vivo 的景深是更浅的，也就是背景虚化更强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小米这边景深更深嘛，它更容易把被摄物体都拍清楚，而 vivo 呢就很难做到这一点，而且焦点呢很难控制。比如说都拍清楚的情况下，都在焦点上的情况下 ，vivo 的表现可能还更强一些。但是像这种 vivo 稍微虚焦的情况下，那小米的表现就比 vivo 强了。再看前摄的表现，先看自拍，用的就是前摄镜头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小米这边对美颜磨皮做的还是比较克制的，相比之下 vivo 那边美颜磨皮就更重一些。肤色方面vivo 的更红润一些，相比之下小米的偏黄啊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显示设备能跟我这边看到的有多大区别啊，但是从我这看 vivo 的肤色更红润一些，小米那边呢要是能稍微红润一点就更好了。我不知道从你们那边看更喜欢哪台手机的表现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用的当然也都是默认设置清晰度跟防抖两边做的都不错，但是肤色方面呢，小米跟前面的自拍做的还是挺相近的，挺一致的。但是 vivo 的肤色呢，跟前面比呢就更红了，没有必要这么红，是吧？人像对比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。第一组对比呢是逆光环境，从人物的脸部上看，精致度是 vivo 的更精致，但是 vivo 的照片呢整体有些偏蓝。小米那边的整体颜色还是比较正的但是跟 vivo 比呢，稍微有些泛白。
总之，在这个逆光场景下，我感觉小米的人像照片更好点。但是换了一个顺光的场景，就是阳光直接打在人脸上的时候，这回人像照片的观感呢，我感觉是 vivo 的更好一些了。整体照片看起来更柔和啊，尤其是人物看起来更柔和，而且这回 vivo 也没有偏色的情况。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，这两台手机呢，我们都测试了非常多的场景，它们在不同的色彩模式下的表现也都非常不错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小米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、主摄跟超广角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，它们基本上都能做到亮部能亮得上去。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，做的都比较好啊，云层的细节的保留也比较不错，暗部能按得下来，按下来的同时呢，还能保留细节。其中徕卡生动的亮部表现比较好，徕卡经典的暗部表现比较好。现在是 vivo 除了黑白以外的3种大色彩模式的表现了。那它主摄跟超广角在这3种大色彩模式下的亮部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啊，没有一种模式亮部是过曝的。但是暗部的表现，鲜明这边有的时候会偏色，会偏蓝，其他2种模式质感跟彩丝自然色彩的表现，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都是非常出色的。那么整体测试呢，在直出扩张度环节呢，我感觉 vivo 的表现更出色一些，更稳定一点。再看夜景对比，一般的城市环境呢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是难不到这两台手机的。但是到了这个场景呢，主摄的表现高光部分是 vivo 的表现更好，但是超广角的高光部分呢，就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了。下边咱们直接提高难度吧。到了这个场景啊，还是挺难的。主摄的表现，亮部是 vivo 的更优秀，超广角无论亮部还是暗部都是 vivo 的更优秀。再看长焦的表现，现在是3倍焦段，小米是光学焦段 ，vivo 是数码变焦，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。现在小米是4.3倍 ，vivo 3.7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亮部的表现 ，vivo 的更好。小米在亮部呢有上下跟睫毛一样的杂光，这个是潜望结构它的光路设计问题啊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清晰度是 vivo 的更清晰啊。再挑一个更暗的环境，专门对比一下它们的长焦镜头啊，它们的表现倒是不分伯仲的。现在整体的环境更暗，光线更复杂，还是长焦的对比啊。小米4.3倍 ，vivo 3.7倍。放大看的话，两边成像风格不同，数码处理痕迹都是比较重的，但是解析力呢，两边差不多。灯光的表现还是 vivo 的更强。现在是10倍的对比，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，灯光的表现呢还是 vivo 的更好啊。那放大看细节呈现呢，也是 vivo 的稍微强一点点。来到极暗环境，打开夜景模式，主摄的表现，两边细节呈现都还可以，超广角的细节呈现是 vivo 的更好。渐尘器场景，颜色的区别确实有啊，前2期朋友都看出来了，包括14U在这个场景下的颜色都已经比15U强了，15U呢还得慢慢优化。那么细节呈现方面呢 ，vivo 的更好。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嘛，仔细看的话 ，vivo 的稍微强一点点啊，这看的不是亮度，是细节呈现。比较难的树林小路场景，主摄的表现没有悬念，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 vivo 的更强，超广角也是 vivo 的表现更好。不过到了最难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，小米主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，并没有被 vivo 拉开差距。细节呈现方面，两边就说差不太多吧，但是超广角依旧是 vivo 的更好。视频录制呢，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啊。那么两边呢用的都是手持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它们在防抖跟清晰度上的表现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要不是颜色上有那么一点点差异的话，我都以为是同一台手机拍的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它们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优秀的，非常接近的。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小米是光学焦段 ，vivo 是数码变焦，解析力上小米的更好，而且颜色上也是小米的更好。现在小米4.3倍 ，vivo 3.7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这回解析力方面两边就差不多了，而且 vivo 那边的颜色也好起来了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两边的清晰度跟防抖依旧是同一个水平的，颜色也都非常好看。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差不多，仔细看的话，小米那边多了一点锐化。现在是主摄夜晚的表现，两边清晰度跟防抖都不错啊，鬼影小米的稍微重一些，颜色呢是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超广角夜晚的表现 ，vivo 的更好一些啊，细节呈现的更多。现在小米4.3倍 ，vivo 是3.7倍，清晰度两边差不多，但是高光的表现呢是 vivo 的更好，小米有些重影，这还是潜望镜头光路设计的问题啊。
而且小米的视频有拖拽感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防抖跟清晰度两边是同一级别的，但是高光部分的表现呢，我感觉还是 vivo 的更强一些。从白天到夜晚，两台手机都对比完了。那么白天的表现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，反正两边对比呢是非常的激烈。那么夜晚的对比呢，号称是夜神的小米，可以说实力是非常强劲的，但是它依旧没有战胜 vivo。很多场景 vivo 的表现还是要更好一些的。那如果夜神的称号只能赋予一台手机的话，我感觉应该不是小米。那至于这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，也就是外观造型方面，大家更喜欢哪台手机呢？喜欢小米的打1，喜欢 vivo 的打2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